在美国或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每个人出门都必须要带3件物品：手机、钱包和钥匙。没有了任何一件，都会让你出门生活变得十分麻烦。在中国，出门必备物品少了一件，只有手机和钥匙。钱包不见了，钱包不再是必备用品了。这是因为近10年来，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等等第三方移动支付平台的崛起。在中国，手机就是你的钱包。在中国，现金甚至没有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等来得好用。截至2020年12月，中国手机网络支付用户规模已经达到8.53亿，占手机网民的 86.5%。移动支付在中国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并且进入一个饱和增长期。反观拥有全世界最顶尖人才矽谷的美国呢？美国的移动支付才刚刚因为 COVID 而起步。为什么在中国移动支付已经进入了一个饱和成长期，而美国才刚刚进入快速增长期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sh。今天我们要来讲为什么中国的移动支付可以领先美国的这么多呢？中国现在拥有全球最大的 4G 网络，在中国 4G 的覆盖率已超过中国国内 98% 的人口。在中国3、4线城市，甚至是乡镇、农村， 4G 信号依然能够覆盖。中国这样一个 4G 网络系统为移动支付提供了夯实的基础，因为没有良好的网络系统，移动支付就不可能大规模的实施。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大概1/5，但是中国 4G 的基站数量占全球 4G 基站数量的1半以上，而美国人均 4G 基站拥有量大约只有中国人均的1/4。造成中美双方 4G 发展最大的差异的原因在运营商。中国运营商受中国国家政府要求加大 4G 网络到农村的覆盖，相较之下，美国运营商是利益导向的商业公司，而在偏远农村建设 4G 基站是不太可能有良好收益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乡村 4G 的覆盖率不如中国。而手机移动支付一个必不可少的便是网络信号，因此美国 4G 的覆盖率也变成美国推动移动支付路上的一大难题。中国国内大多数人都没有使用信用卡的习惯，反之，中国大部分的人都用借记卡。借记卡简单来说就是你有多少钱，你就只能花多少钱的卡。我没钱怎么办？那你没钱就吃土啊！通过借记卡转账或是支付时，会遇到非常多的不便以及限制，所以当中国开始普及移动支付时，人民的相对接受度也比较高。如今，在中国最常见的支付方式已经从现金和借记卡变为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等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而在美国，信用卡是最常见的支付方式，信用卡的使用率高达 80%。美国为了建设这样庞大且成熟的信用体系，已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与时间。而相对于中国的借记卡而言，使用信用卡方便许多。这也代表着要让人们从信用卡转换到使用移动支付难度较大，因为这中间体验的升级并没有从现金或者借记卡直接升级到移动支付那么多。第三方移动支付平台需要另一个平台的参与，而这一个平台就是银行。在中国，因为中国的4大银行都是国有的，中国4大银行在国家政策的主导下，就会不计成本的发展移动支付。相反，美国的银行主要都以盈利为绝对目的。美国现在有些银行开始和第三方支付平台有合作，也是因为他们已经逼不得已了。不然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蛋糕分给别人呢？除此之外，美国与中国不一样，美国拥有多家银行，所以这些第三方支付平台如何与众多银行达成协议，也是移动支付普及化上的一大难点。国内最大的2家第三方支付平台
支付宝对商家收取费率为 0.6 到 1%， 而微信给商家的统一费率为 0.6%， 刷卡费率则从 0.5% 到 4% 不等。也就是说，在一般的情况下，对于商家来说，用微信支付、支付宝或者刷卡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如此，国内的商家也更加乐意接受第三方移动支付平台。反观在美国，美国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PayPal 的 Venmo 通常收取的费率为 3.49% 加上固定费用，好贵哦。或者说使用二维码支付时便宜一点是 1.9% 加上固定费用。而美国第二大的支付平台 Square 对商家收取 2.6% 加10美分的费用，还是好贵哦。反观 Visa 和 Mastercard 的平均费率在 1.29% 到 2.54% 之间。第三方支付平台相比于银行所收取的费用没有任何优势，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更高。所以在美国的商家相比中国的商家而言，没有那么乐意接受第三方支付平台。毋庸置疑，美国现在的第三方移动支付是大幅落后于中国的。但是在经历了 COVID 之后，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商家和公司都发现了移动支付所带来的便利性，以及其中所会带来的商机。美国的移动支付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几乎一定会像中国前几年一样快速的发展。虽然美国在移动支付的路上会比中国来得更加困难，但是因为在疫情期间已经有很多人体会到了移动支付所带来的便利性，这些人已经回不去了。所以移动支付的普及化在美国应该也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不止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移动支付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不管我们每个人要去哪个地方，我们终将不再需要带我们的钱包了。这就是本期视频所有的内容啦，希望你喜欢。喜欢的话，还请麻烦你按赞、订阅、分享以及打开小铃铛哦。也请在下面的留言告诉我们你对移动支付的看法吧。最后，也愿上帝祝福你，拜拜。